好，今天节目的第二趴，我们继续要聊的是军武的话题哦。来看到呢，中国央视的军事频道在农历新年期间特别做了一个报道，主角是谁？就是展现了解放军第4艘的航母福建舰，希望它在马年呢能够彰显一马当先的奋进姿态哦。那这个节目里面介绍了很多东西啊，当然重点是摆在了福建舰的电磁弹射技术，因为认为标示着中国航母的一个技术里程碑。福建舰呢是目前全球第一个现役的常规动力的航母，它具备这个电磁弹射系统，里面有很多的学问，采用所谓的超级电容储能技术，它的充电时间短，还可以独立承受这个脉冲负荷，然后避免冲击到主机的动力系统等等，里面有很多的技术细节啊。那目前是独步全球的，那也可以反映出了中国目前在做电池产业的领先地位。好，说到这个电啊，感觉是2026年的一个重点。大家发展 AI 离不开背后的基建跟电网，发展军武呢，航母也离不开对于电容、对于电磁弹射的一些技术。所以想问一下赖老师，是不是2026年感觉不管是从经济、科技到军事，谁能做好电，谁就是赢家？当然是啊，因为 AI 需要电，机器人需要电，AI 要用在这个商业上，要用在聊天机器人，要用在工业生产智能上，它都需要电然后我们都知道 AI 的使用量越大的话，电的需要量就越大。是，所以谁最能够把电能够做得便宜、稳定、干净，而且充沛，这个是绝对是占有绝对的优势目前来讲，大陆在这个部分遥遥领先美国，美国能不能追得上我们一个保持疑问的一个态度？更何况我们都知道新能源车也是需要用电，而且要用电池。所以谈到电池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知道中国的航母的发展。美国的航母发展，大家都看得到，从这个核动力开始。可是它要弹射的时候，刚开始它是采用的是蒸汽弹射。蒸汽弹射，它的程序是这样：核动力航母、蒸汽弹射，然后再来才发展到这个电磁弹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中国大陆要造一个弹射器的时候美国的判断都认为说，第一个，你一定是蒸汽，不会是电池，因为你不可能直接一步到位到电池，他们觉得不可能。第二个，他们认为你的常规动力要蒸汽弹射可能都做不到，对，更何况电磁弹射，你绝对不可能。所以当时欧美的国家都认为中国大陆释放出一个讯息，说可能要一步到位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笑那我记得中国大陆的有关于电磁弹射的一个院士张院士他本身他就强调中国可以做得到。哇，那时候欧美人都在笑，你在说大话，你根本不可能。但是事实上，当时中国有2个技术，事实上是欧美没有注意到的。第一个是中国的配电能力，我想我们这个蔡委员他本身也是这方面工程界他的专业在这个地方，他也知道电容、电量、配电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都知道一个最好的配电工，他事实上是非常珍贵的那中国大陆事实上在配电这个部分，它在全世界它也是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就是电池的突破，当时电池的突破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认为。那我们也知道日本最早发展电池的，它比中国大陆发展还早。所以中国大陆最早的时候的总理，他事实上是到北海道、到日本去参观日本的本身的电池的一个发展。可是后来中国大陆发展的比日本还要快，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为什么？因为它突破了这种脉冲的一个限制，也就是说，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电蓄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放电的功率拉到最大。那当它突破了这个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时候，它就解决了它的电磁弹射的问题，也解决了电磁炮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事实上，当它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它这个列为最高的机密，根本不可能让你知道。那当它开始第一次的弹射成功的时候，美国人都在想他怎么做到的？怎么可能？常规动力怎么可能用？对这么大的这个储电量，然后要这么大的放电，而且他们认为你的储电
到放电，你第一架跟第二架的间隔距离一定很长。结果中国大陆的福建舰告诉你说，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几乎达到美国的核动力的标准，就是一架一架传出去。没错。那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就证明了中国大陆的这个部分里面，事实上它是领先的地位。那这个可以用在哪里呢？它现在是军规，成本高嘛。可是，一旦它降规一点，用在商务上，那它的未来的电动车的发展就更可怕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电动车这个部分，它的储电的时间，就蓄电的时间越来越短。我觉得跟军方的突破是有关系的。好，说到这个超级电容的储能技术哦，一位中国的军事专家叫做张军社，他就做了一个分析，指出刚才赖老师讲的，大家都不信福建舰可以跳过蒸汽弹射，直接一步到位做到电池弹射。那实现这个跨越式的发展核心呢，其实就是运用好了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他进一步解释呢，说这套系统呢的能量转换效率很高啊，所以能够直接驱动电池弹射的轨道，省去后面很多这种机械啊能量转换的环节，并且它的结构很简单，所以故障率呢也有很明显的降低。好，里面有非常多这个场面的描述哦，如果大家没有走进到这个航空母舰的内部看呢，只能用想象的，比较难理解。但我们如果回归到原理的层面，让大家能够简单明了听懂这个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的独到之处，我们就要麻烦这部分是专家的委员。中国大陆今天之所以能够这么成功，你就注意一件事情：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有悬浮高速铁路啊，是，听懂了哈？是。那么大的车子悬浮在轨道上，原来是德国西门子，可是是改善中国改善出来的，没错。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做垫底，今天中国大陆才会那么成功。我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不管是常规动力和核动力哈，它都是在烧开水形成蒸汽，对，由蒸汽推动蒸汽涡轮，那蒸汽涡轮就会旋转了。那就美国的福特号的话，是蒸汽涡轮以后，它会拉一个所谓的转动轴，跟汽车转动轴一样，拉到最后面去推动螺旋桨。是。那另外旁边会装一部发电机，由蒸汽涡轮带动发电机，由这个发电机去做什么？去产生各种电。但是美国习惯上的用是中压直交流电。什么叫中压呢？大概就是1000伏特以上，一直到35000伏特以下，这个电压叫做中压。那习惯上我们船舰上都是用2万伏特的，比较常见哦。这个2万伏特的交流电跟直流电有什么差别呢？第一个，直流电它是最有效率的，可是它很难管理。为什么很难管理？直流电不像交流电，要开就开，要关就关。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所谓的听话程度比较笨，所以你看看那个中国大陆从那个新疆送电送到上海，是这个主干线是用超高压来运，可是它是直流电。直流电的缺点就是它可以一端到一端，可是要分叉出去，它就经常会失去控制。是，它有这个问题，所以表示中国大陆在控制这个直流电的传输上面有技术性的突破。这个突破在哪里啊？就是做半导体的功率元件做得很好，所以能够用半导体功率元件去控制各样的一个调节能力。那对于所谓的综合电力系统，就是有什么特色哈？因为我们了解到像美国的话，有个地方要用交流电，可是有个地方要变回直流电，什么意思？因为雷达、雷射武器，还有这个电磁弹射，还有很多东西啊，都是在用直流电。雷达没有用交流电的，一定用直流电。所以，可是又有一部分它要用交流电，厨房啦，电锅啦，所以它就没有成为所谓 integrate， 就是没有办法整合，我们叫综合电力系统。然后中国大陆在这边发展出一套技术，就是说我从头到尾就一条主干线绕整个船一周，你每一个人都挂在这个直流电上面。可是它难在说，那我拉出去的时候我怎么控制？因为交流电是每一个瞬间就都会归零，因为它是高，所以每个瞬间归零。可直流电不是啊，就平平的，所以你在做开关的话，控制技术就非常的高。那现在中国大陆是由涡轮出来发电机，发电机一整流出去，全部都是直流电了。它的好处是非常的节省，它的坏处是什么？控制技术要很高。那显然的，
都能够把那个那么重的火车悬浮起来控制，要停就停，那显然中国大陆这方面已经很进步了，所以有这个基础技术，因为你设计的出来，你不一定做得出来，没错，他做得出来了，所以中压直流综合系统才因此而诞生。了解啊，这样解释大家就比较了解哈，其实就是对于直流电掌控的这个细节啊，做的是现在是独步全球的。好，除了刚刚聊到的福建舰这个厉害的电力系统之外呢，它的弹射技术也受到了香港《华南早报》的报道。那另外的看点还有就是在大连的辽南造船厂呢，现在有一艘的舰艇上安装了一门155毫米的舰炮，这个照片哦，在现在军武圈是广泛的流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55毫米的舰炮具备了超过40公里的射程，它的射程范围是远高于目前解放军现有的大概只能射到23公里的130毫米的舰炮。我们都说啊，这个军武迷很爱讲，火力就是正义啊！你炮打得越远，你的战术运用呢就更广泛嘛，你的选择性就更多了。那如果这一门155毫米舰炮真的投入到实战部署，那不仅会是中国目前服役口径里面最大的舰炮，还会可能成为全球口径最大的舰炮之王哦。虽然说现在还没有进入到真的实装，我们也还没有看到真的公开试射的阶段，暂且是纸上谈兵。但李将军怎么看这个155毫米舰炮的价值？口径推算，它真的是火力之王吗？其实，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什么大和号啊、武藏号那种大的巨炮，对，而且一艘主力战舰上面很多门这种炮。那为什么2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没有看到舰艇上面还有这个炮啊？大概只是在舰首上面留一门小口径的，包括可能是76公里。那目前最大的也不过是13洞公里这种火炮，因为你炮能够再打得再远，你也没有导弹打得远嘛。是导弹如果说是像鹰击系列来讲，动辄上千公里，你炮再怎么样打也打不到那么远。差太多了。那第二个为什么还要军舰上面还要留有炮它主要是执行2种任务，第一个是做暗轰的射击如果我要登陆作战，用火炮来支援这个2栖陆战队的登陆作战。第二个，如果说对一般的这种目标来讲的话，其实上你用舰炮就够了，不要浪费到用导弹。导弹一枚都数百万美金，那成本问题。其实最大的155毫米，美军有做出来过，它装在哪一艘军舰上面呢？朱姆瓦特那艘军舰上面，但是那枚炮弹它总共装了2枚，它那时候也是准备做暗轰的，所以设计了两门这种炮。那每一门的造价，一枚炮弹你知道多少钱吗？100万美金，非常的贵。可是它的射程听说可以到达这个100公里那么远，可以射100。当然，你100公里再怎么远，也没有导弹打得远。是。它主要是说暗轰射击。可是后来他们美军发现说不实际，也不务实，他把这2门炮都拆掉。在大概去年的时候，他把这2门朱姆瓦特上面拆掉，改成用垂发的导弹。是。那为什么解放军反而在这个时候回过头来用这个155口径，用大口径的火炮？我觉得他第一个当然是对付我们台湾了这个可以说是就讲实话，如果对付美军这种炮，对美军来讲还用不到，也不太可能有发挥它的效果。所以如果说他未来要这个对我们台湾做2栖登陆的话，那这个炮这个功能就可以发挥它暗轰的功能。第二个可能在南海对付菲律宾菲律宾一般的小船大概用这个舰炮40公里就可以打得到。第三个我要跟各位介绍的，其实一门舰炮它的这种道理跟陆军的炮是不一样。陆军大概他们一门舰炮，火力的效果可能号称可以抵得上陆军的1个营的火炮。陆军1个营的火炮有12门大概12门，但是你射击的速度或干什么是不一样的。但是舰炮来讲的话，它可以射速非常快，而且它非常的准。为什么它很准呢？因为你知道船在这个海上面它是有波浪，摇头起伏，它必须整门炮的设计很稳定，然后它是直射炮，直射的。我这边讲一个这个给各位一个科普一个常识我们如果坐南回铁路的话，在台湾你经过枋寮到枋山有一站你会发现有一个隧道叫做嘉禾掩体掩体遮体，它叫遮体，它不是过山洞，它就在上面，就在南回铁路上面盖一个遮体，盖了一个遮蔽物这样，遮蔽物盖一个像隧道一样在上面。那很多人经过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
这个又不是经过隧道，为什么在铁路上面要盖这个？我跟各位讲为什么？因为以前那是舰炮暗轰的目标，就是船从海上面往路上面的目标去打，会经过南回铁路的上空。那为了防止这炮弹这个掉到铁路上面，然后所以在上面盖一个遮体，以避免误击铁路。但真的有用吗？如果以逻辑性来讲，为什么那时代要这样做呢？因为船它会上下颠簸，那你那个炮的炮口，如果说是你在射击那一刹那，你原来的角度这个因为波浪颠簸的话，你可能就这个角度射击的角度就不对，就可能打到铁路上，那就不得了。那如果说在台湾的观众以后有机会到这垦丁坐火车经过这个枋山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遮体，你就可以那个遮体是原来我们海军这个舰炮暗轰路上的一个目标区飞经过的地方，这就是舰炮跟陆军的陆炮不一样。但是我认为说是这个现在很特殊的是这门舰炮，你看它装在哪里？我看好像是装在2栖登陆舰上面哈，那就代表说是要实施暗轰。了解。好，谢谢将军的分析。那我们下回来呢，还有中德的外交话题。现在北京积极在做拉欧制美的这一招，管不管用？还有 AI 晶片大战各种的政策跟战略布局的分析，稍后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